当黄金也被管制，说明这个国家真的慌了。我想卖金，没人收，银行的金条不让提，典当行报价比金价低200块。过去1周，这样的声音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密集刷屏。黄金这个被中国人视为最后信仰的保值工具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寒潮。11月初起，中国的黄金市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中国工商银行宣布暂停如意金实物提取，中国建设银行跟进暂停一存金买入与兑换。各地金店传出同样的消息，回收业务暂缓系统升级暂停操作。而几乎与此同时，监管层的新规开始执行，企业买黄金只能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或上海黄金交易所，任何第三方买卖黄金都要缴纳 13% 的增值税。表面上是让市场更规范，实际上是彻底锁死黄金的民间流通。据第一财经11月报道，过去中国的黄金市场约有 30% 的交易量来自非官方渠道，包括企业间避险采购、民间金条流通、典当行回收等。如今这部分交易几乎被一刀切。有业内人士直言，这相当于给黄金市场装上了铁门，不交税，不让你动。就在几个月前，中国人还在疯狂抢金。据中国黄金协会数据，2024年全国黄金消费量达1089吨，同比增长 9.7%， 创近10年新高。其中，金条和金币类投资产品增长最猛，涨幅高达 27.2%。那时的金店挤满了买金的中产和老人，他们坚信一句话：纸钱会贬，黄金不会骗。然而，仅仅半年，剧情反转。北京方面说，为了防止洗钱、走私、逃税，要让黄金交易更透明。但现实是，他们不是怕乱，而是怕钱跑了，怕资本外逃。黄金是国际硬通货，一旦民间黄金过多流通，就能轻易转移海外。这在外汇储备告急、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背景下，是他们最恐惧的事，怕市场信号失控。黄金价格是对经济信心的投票，一旦民间疯狂买金、抛股弃债，那就是全民用脚投票的逃离。这会击穿他们精心维持的经济稳中向好幻觉，怕体系崩塌。在一个财政吃紧、地方债爆表的国家，连黄金都不让自由买卖，这已经不是稳市场，而是稳权力。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 41.7 万亿元人民币。更可怕的是，隐性债务估计超过60万亿。财政缺口太大，怎么办？卖地不行了，税收也顶不住，就只能向资本动刀。黄金交易被纳入征税体系不是偶然。13% 的增值税意味着每1克黄金的流动都要交保护费。过去企业买金投资还能抵扣税，现在全取消。你若想卖，就要承担额外 13% 的成本，利润直接蒸发，交易量骤降，市场冻住。这不是规范，而是收割。这场黄金税背后是国家机器对私人财富的深度渗透。当政府伸手到金条上，你就该明白，连黄金都不安全的时代，现金、存款、房子，还有什么是安全的？金是冻结的信号，远不止在金融层面。当银行宣布暂停黄金提取，民众的第一反应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不是出事了？微博上一个热评写道：如果银行说系统升级，你就要小心了。因为上次这么说是2023年河南村镇银行事件，这句话引发几十万次转发。人们记得2023年那场银行储户无法取款的风波，最后以沉默收场。而如今黄金也取不出来，似曾相识的剧情又开始上演。在一个防火、防盗、
防官方公告的国度，连黄金都能被冻结，人们还剩什么信心？在过去3年，中国当局不断升级金融监控体系。2023年推出金税4期系统，整合银行账户、电子发票、跨境资金流。2024年，全国推广数字人民币，要求部分地区公务员工资以数字钱包发放。2025年初，央行发布关于加强贵金属市场交易管理的通知，提出黄金交易统一报送监管平台。看似是技术升级，实则是金融集权的落地。你买金、卖金、存金，全都在系统里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被标记、审计、追溯。这是一场无声的财富收网行动。在一个没有产权保障的国家，财富不属于拥有者，而属于监管者。在中国，黄金的意义一直超越金属本身。它是灾荒年代的底牌，是政权更替时的护身符，是普通人最后的信仰。但现在，这个信仰正在被系统性摧毁。你以为它是避险工具，它告诉你系统升级，暂停提取。你以为它能自由买卖，它告诉你需缴税，限渠道。你以为金价涨了能赚钱，它告诉你只能开普通发票，不得抵扣。黄金的保值神话正在被现实一点点撕碎。黄金的冻结看似是金融监管，实则是一种政治预演。一个政府只有在极度恐慌时才会盯上黄金。回头看历史，每一次黄金被限制，都是大势将至的前奏。1933年，美国罗斯福发布《黄金收归国有法》，强制民众交出黄金，用于支撑财政和战争准备。1949年，国民政府在恶性通胀中限制黄金流通，加剧了民间的不安与恐慌。而今天，2025年的中国正在复制这一幕。从外汇储备、财政支出到资本管控的全面收紧，黄金断收只是冰山一角。它背后的逻辑只有一句话：他们已经没有钱了。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清楚地写着，截至2025年第3季度，地方政府专项债余额达到43.5万亿元，创历史新高。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3.7%， 这是近30年来罕见的负增长。土地财政拓产，税源枯竭，房地产低迷，地方政府已经靠卖债过日子。而中央财政为了维持庞大的支出，只能在收割与印钱之间反复横跳。他们需要黄金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，而是为了稳定政权的信用。黄金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唯一还能撑场面的项目，但民间的黄金太多，意味着这部分财富不在他们手里。于是他们开始回收黄金，通过税收、限制提取、冻结渠道，把黄金重新纳入可控系统。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稳定，实际上是一次隐蔽的财富征用。最近几个月，中国政府的动作异常密集。9月起，大量地方政府被要求优化财政结构，军工类企业成为少数被扩张预算的部门。10月，央行秘密增持黄金储备，连续12个月购买黄金，官方披露储量已达7280万盎司。同期，银行限制个人黄金提取，黄金交易收紧。这3条线连起来，就是一个熟悉的历史画面。战争准备。战争不一定是明天打响，但战备财政已经在路上。控制黄金是为了防止财富外流，冻结兑换是为了集中资源，增持储备是为了在地缘冲突中拥有底气。北京在备战，但不会告诉你，他用的不是军演，不是动员令，而是金融锁链。一旦局势恶化，它可以迅速冻结账户，限制资金流动，动员民间黄金，这一切都在合法框架之内。你会发现，当战争来临时，你的黄金
你的银行账户、你的财富早已不是你的。有一个细节值得警惕，在新规中，黄金被定义为特殊交易商品，而交易记录将与纳税系统实时对接。这意味着，只要你买卖黄金，哪怕是一枚金币，你的姓名、账户、资金流向都将被自动记录、上传、存档。这不是监管，而是控制。它让财富变成了可追踪的资产，让每一个人都被绑定在系统的眼睛之下。这就是数字化集权的逻辑。当权力能追踪每一克黄金、每一笔转账、每一笔税收，自由就不复存在。在这种体系下，黄金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。它不再是抵抗风险的盾牌，而是政权监控的锚点。有人说，中国黄金市场的整顿是理性监管，但事实证明，每一次监管都让市场更窒息，让人民更恐惧。黄金被冻结，不只是财富的冻结，更是信任的冻结。一个政府如果连老百姓买金卖金都要审批，那就意味着他不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他自己。这不是金融改革，而是一场社会病的爆发。当国家开始害怕人民持有黄金，就说明它已经不再稳固。有句话在网络上被疯传：当政府告诉你不能买黄金的时候，你最好赶紧去买；当他告诉你不许卖黄金的时候，你最好赶紧跑。是的，在这个黄金都要备案的时代，真正的避险不是买金，也不是囤房，而是早点看清真相，并做好逃生准备。